欢迎来到壁话太多。今晚我们要走进一个被捧上圣贤神坛的男人，他就是曾国藩，一个把自己活成了教科书的硬核卷王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位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大人物，私下却天天在日记里骂自己蠢、伪、贱，活像个精分患者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曾国藩的隐秘日记，看看这位清朝最能忍、最能写，也最会折磨自己的男人是怎么把做人这件事儿卷到了变态的级别。在你准备放松之前，先点个赞，点下订阅吧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坐标和此刻时间，更需要你点击热推送出 hype 积分。壁话太多，需要你的支持和蓄能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。时间往回拨到1820年的湖南湘乡，一个并不富裕的乡绅家庭，诞生了这个被命名为国藩的男婴。别看名字大气，意思是希望他能匡扶国家，但小时候的曾国藩压根儿没什么救世主气质。他资质平庸，记性不行，连四书都背得磕磕绊绊，还因为不爱说话被称为木头国藩。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是将来写下挺经的圣人？可曾家人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特别能逼自己。他爹曾林书操得一口乡音普通话，每天拿鸡毛当令箭，一心指望这个长子争口气。曾国藩就是在这种忍辱负重式成长环境里，被一路逼成了自我批评机器。17岁，他进京应考，结果一连败北6次。你以为他灰心了？不，他回家后居然开始写日记，每天一条，内容不外乎3件事。第一件事骂自己，第二件还是骂自己，第三件继续骂自己。比如今日懒惰无比，实当自残；思维迟钝，不如牛马；今臣负失志，当痛改前非。这不是鸡汤文，这是鸡血文，是硬给自己灌肠的那种。最经典的是，有一年他在日记里写下愚钝、浅陋，近于禽兽。你听听，这都不是人不如狗，是我比猪都蠢。一个男人把羞耻感当作自我驱动的燃料，真的是活成了卷王鼻祖。他的逻辑是，我不够好，那我就逼自己完美。逼到了什么程度？吃饭要按时，走路要挺胸，连说话都要按《论语》调子来。他简直就是一台在封建程序里编译过的行为守则终端。后来他终于考上了进士，成为翰林。但这个上岸的爽感只维持了1周。他很快发现，官场不比考场，有才不一定吃香，要得会做人才行。他马上就换了思路，既然外部不靠谱，那我只能靠自己。他继续写日记，继续自我管教，连放个屁都得反思，是不是肠胃失调，是不是违背了中庸之道。有一回他生病了，医生说只是肝火旺，他却在日记里写，近日性情暴躁，怒形于色，实乃修身未到。你看，别人得病怪空气，他得病是怪自己修养不够。你说他是卷王吧，他又太自虐；你说他自律吧，他又明显过界。这种对内无限苛责，对外无限隐忍的精神状态，其实就是他后面能成功的人格地基。但最耐人寻味的是，他并不是天生如此。他曾在日记中写，余生性懒惰，多喜幻想，志不切实。换句话说，曾国藩原本是个爱做梦的懒人，是他把自己一步步逼成了圣人。而这个逼的过程，全藏在那一篇篇看似鸡毛蒜皮，实则压抑到极致的手写文字里。
他日记的核心永远是一个主题：我今天哪里又不够好了？每当情绪来袭，他不是发泄出去，而是压回肚里。他把忍写成哲学，把羞耻当作修行。他日记里的第一章不是励志报国，不是雄图大业，而是我今天太懒了，我真不是东西。你要说他立德，他先立的是自我否定。这种自我鞭策的模式，最初来源其实并不是儒家经典，而是他内心极深的无力感。在那个满人掌权、汉人靠边的时代，一个小地方出身的读书人，若不拼命把自己打造成完人模板，想升职那根本没资格。他不能犯错，不敢犯错，因为只要出一次错，所有积累就清零。他活得战战兢兢，就像每天都在走独木桥。所以他的日记才不是随便写写，那是他的精神训练手册、失败记录表、道德自查报告、情绪垃圾桶的合体。他每晚写下的每个字，都像是在给未来的自己留下一巴掌。日记里的他是个被剥了皮的人，赤裸、真实，令人胆寒。但你以为他就这样一直写懊悔型日记吗？不，他开始学会利用它。他发现，当自己越写越狠，别人反而觉得他道德高地站得稳。于是，他在别人口中的完人形象就慢慢立了起来。这不是表里不一，而是他自己造的一个理想人格 IP。曾国藩的日记是他给自己立的人设草图，也是他每天用来自我拷打的铁刷子。他不是活成了圣人，而是逼自己扮演一个圣人，直到分不清真假。他把自律变成了一种病态修炼。他不靠天赋，不靠情绪，不靠灵感，他靠的是每一天骂自己10句的韧性和自我惩罚感。曾国藩的出名不只是因为他能打仗、能升官、能修身，还因为他特别能码字，尤其是写家书。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家书内容很经典，教子有方，训弟有术，被后人当成清代家庭教育范本。但你真以为他那些话都是平平静静、温温柔柔写出来的吗？其实不是，他的每一封家书背后都是一次情绪咬牙、忍耐后的压缩输出。他在外能忍兵，能忍皇帝，在家却常常控制不住，想操控所有人的命运。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他和弟弟曾国荃之间的书信拉扯战。表面看，曾国藩的家书很温情，志当存高远，宜慎言行，兄弟敦和睦，看着像是一本正经的给弟弟打鸡血，仿佛那兄弟情深的像电视剧一样。但如果你打开他的日记，再对照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家书只是他塑造完人形象的舞台剧。真正的他，其实常常在日记里对弟弟各种不满、怀疑，甚至是讽刺。比如有一年，曾国荃在战场上表现极其勇猛，直接攻下南京，立下奇功。但曾国藩在给弟弟写的家书里没有一句“你真牛”，反而用了非常冷静，甚至有点生硬的语气说：“不可因胜而骄，须知败由骄生。你可别得意，得意就容易出事儿。”而他当天的日记里却记着：“地性欲骄，剑不可驯。”甚至说：“若不加以严控，恐为家门之祸。”这可不是关心，这是彻底的不信任。他的矛盾很明显，他既希望弟弟能成大事，帮自己稳固局面，又害怕弟弟太锋芒毕露，抢了自己的风头。他对控制这件事儿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执念，不是只控制自己，也要控制家人。他的家书不只是劝诫，更是潜移默化地设立行为规则，框住所有人。你要听话，你要忍耐，你要勤俭，你不能争功，
你不能显摆，通通都要照圣人模板来。而更夸张的是，他这种控制欲不止写信控制行为，连弟弟的情绪都想干预。有一封信里，他劝弟弟当以静制动，不宜恃勇轻进，再补一句，勿怒勿躁。这年头谁打仗能不怒不躁？但曾国藩就是觉得，哪怕是在火线，也要稳住气场。你情绪一动，可能就脱轨，脱轨就不是君子。这话其实听着也对。曾国藩对别人如此，那对自己更狠。所以他的日记里常常出现的是：今日发怒，羞愧无地，与人言语不慎，心痛如割。你以为这是情绪日记，其实是控制记录。别人的日记是情绪出口，他的日记是个控制进度条。他天天检查自己有没有偏离那个圣人的轨道，像个 AI 纠偏系统，根本不允许自己人性化。但问题也来了，他这种高强度的自控，一旦套到别人身上，就变成了压力的来源。曾国荃就不是个容易驯服的人，他打仗的风格就是快、狠、猛，喜欢自己做主。但每当他想发火，想决断一些事情时，总会被哥哥那种兄长式的圣人语录压得没脾气。时间久了，心里难免憋着。曾国藩日记里自己也写过，弟有反感之意，恐其渐生疏远。他知道，却还是继续规劝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只有控制住周围的人，才控制得住自己的世界。哪怕这份控制最终带来了间隙，甚至兄弟失和，他也不肯放手。他相信，只要对方也能按他那一套去做人，才能活得安稳成功。他没说出口的是，他害怕失控，怕自己努力维持的那套圣人秩序被别人的任性打破。他的家书看起来理性平和，其实冷酷又强硬。他要弟弟听话，但又不明说；他怕弟弟出错，但又不能承认。甚至他会在家书中夸弟弟勇而有谋，但第二天日记又写愚而恃勇，前脚捧你上天，后脚自己怀疑你是个不听话的炸药桶。他的家书是一场对家庭秩序的隐性驯化，而他的日记是驯化过程中的情绪监控器。有人说他是儒家理想的典范，其实他只是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秩序控，一个把控制包裹在修身齐家的语言外衣下的焦虑的人。他不只是想当一个家中凶妇，而是想当一切关系里的道德设计师。别人是角色，他则是剧本。他写好了规矩，然后要求所有人配合演出。但他也不是不知道这种控制会带来的后果。他在一篇日记里写道：弟子多怨我苛刻，而我意之非道。这是一种短暂的清醒，是他意识到自己在用道的名义做着压的事情。可惜他下不来这个神坛，因为一旦放松，他就觉得整个人设会崩。所以当我们再看那些曾氏家书，不妨换个角度，不是圣贤对后人的教育，而是一个高压人格对亲人的管控报告。他不是没爱，只是他的爱被他的理性榨成了一种硬邦邦的规训。他要别人变得值得爱，而不是无条件的去爱。这是他的逻辑漏洞，也是他最真实的痛点。曾国藩的圣人范儿并不是天然的，而是靠一层层自我压抑堆起来的。他给别人设规则时，也先把自己困在规则里。他不想松懈，因为那代表着他的一切都可能崩解。他的家书是一张张控制面板，是他在这个不确定世界里，为了确保一切不出错而精心布设的安全装置。而当这些装置越来越多，他的人生也就越来越像一座被铁规密布的道德监狱。
曾国藩有个很明显的标签，那就是成功，考中进士，入朝为官，平定太平天国，位极人臣，被誉为晚清中兴第一人。可你若真翻他的日记，会发现一个特别滑稽又扎心的真相，他是个每天活在焦虑里的人。他不是成功了才焦虑，是越成功越焦虑。他不是怕失败，是怕今天还没失败，但可能明天就要翻车。这种焦虑从他20几岁就开始了。别人考中进士那天都是全家放鞭炮，他却在日记里写：虽侥幸得名，然得时尚浅，不堪大任。不是谦虚，是认真的觉得自己配不上，觉得下一步一定会露馅儿。他内心的剧本其实是这样的：我今天能被看见，是因为侥幸。侥幸不是本事，所以我得要赶紧努力，不然马上就要被看破啦。这个逻辑是不是很熟悉？对，就是典型的打工人上岸后还要继续加班的那种人格。他在日记里写道：余日夜惴惴，唯恐有误。而那年他刚刚被选为翰林，还没来得及干活呢，就已经开始担心做错事儿了。他怕自己讲话不合圣意，怕奏折写得不够庄重，怕早朝穿错颜色的袜子被人揪住辫子。他的焦虑像是一种对暴露感的恐惧，他觉得自己一直在装，怕哪天别被拆穿了。更扯的是，他的成功没有让他放松，而是让他更警惕。他升官后不是去庆祝，而是立刻写：今得此职，实乃上天物授，诚惶诚恐，不敢轻安。你能想象一个人升官的第一反应是：我是不是被搞错了岗位？这种对成功的恐惧感来源于他极度不安全的心理设定。他从不觉得自己值得拥有，总怕一夜之间会失去一切。这种焦虑后来变得越来越重，甚至让他患上了官场精神过敏症。比如他担任礼部侍郎那段时间，每天都要处理一堆红头文件，但他看完文件之后还会自己抄一遍，再写日记来反思：今日读文10余篇，皆觉拙劣，未能通达。你没听错，他不是在骂别人写的差，是骂自己理解不到位。他已经到了那种连读别人文件都怕自己没读好的地步。他焦虑最大的来源，其实不是工作量，也不是外部挑战，而是那个一直盯着自己的曾国藩。他在日记里说：时时自是，心中愈加不安。别人怕的是外界，他却怕的是他自己。他设立了一种近乎完美的行为模式，然后每天和这种模式对比，每天都输，每天都觉得我怎么还不够好。最经典的段落是他某天晚上写道：今日与同僚言语失度，语中带情绪，深以为耻。你以为他是爆了粗口，根本不是，他可能只是语速快了点，但他依然写了整整3页纸，分析自己为何出现情绪起伏，从心态、场合、利益到未来如何克服，真的像是写了个心理咨询报告。这种自我剖析能力当然很厉害，但问题是他从不原谅自己。他的字典里没有允许，只有改正。这就像你每天打扫房间，结果扫完又怀疑没扫干净，再拆地砖看看下面是不是也有灰。久而久之，他的成就感系统完全被封锁，只有危机感系统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。也正因为这种设定，他永远在往更高处爬。他不是想飞，而是怕掉落；他不是出于理想，而是出于如果我不这么努力，我就要完蛋的恐惧。别人加班是为了升职，他加班是为了活命。
他说自己唯恐一日松懈，则一败涂地。这话听起来像是古人讲慎独，其实更像是今天的人说我怕我自己废了。他的焦虑还表现在对公众形象的严苛管理上。他参加聚会时会提前演练讲话稿，把每句话的语气词删掉，改成更文雅的词。他连怎么笑都要练习，不笑太多，不露牙齿，以显庄重。他不是真的想做这样的人，而是怕别人觉得他不是他所扮演的那种人。他不是从内心认同圣人形象，而是认定这是唯一一条不会翻车的路。但你说他这样一天到晚不累吗？咋不累？他自己也知道累。他曾在日记里写过，人前强作镇定，人后独自哀叹，只是他走进这个角色太深，已经无法脱身。他打造的不是真实的自己，而是一个随时可以展示的样本人设。他拿来用作保护自己的那套盔甲，同时也把他困在了里面。所以他的成功并不是靠开挂的人生，而是靠打不过就苛待自己的思路。他把焦虑当成鞭子，每天抽自己10下，逼自己往前爬。他的胜利是一种不断消耗自我的胜利，他的从容是不断绷紧神经换来的外壳。他不是不怕失败，他是从未停止相信失败会立刻来敲门，所以我必须今天就再往上爬一格。你可以说他成功的底层逻辑就是我永远都不够好，但我永远不允许自己摆烂，这是他的动力，也是他每天夜里睡不着的原因。曾国藩的人生按理说到了中进士，当翰林，官居朝堂，应该从此走上人生巅峰，坐看风云了。但事实刚好相反，他在中举之后的最初几年，几乎天天活在身份焦虑和灵魂空虚中。他表面上变成了成功人士，可心里却越来越觉得，我到底在干嘛？而这种状态在他的日记里反复出现，而且越来越浓。有段时间他在京城做的工作叫值日讲读，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进宫给皇帝读书，读的是四书五经，讲的是孔孟之道。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份体面活，但在曾国藩心里，这就是个高端打杂的。他甚至在日记里写道：朝夕读经，不知所以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反正皇上让我讲，我就讲，但我不觉得有任何意义。他最早的职业倦怠不是来自压力，而是来自找不到价值感。曾国藩是那种特别需要精神意义的人，他还不是那种纯粹的官迷，也不是为了发财才做官，他是真的想实现点道德理想。但当他发现这个世界运行方式和他理想的儒家秩序完全不一样时，他就开始自我困惑。他在某一天的日记里写道：在朝数年，未见一人，以道为本，皆趋利避害之徒。这句话不是在骂别人，而是在写他的幻灭。他原以为高官大臣们会讨论怎么匡扶社稷，结果每天看到的都是送礼、拉关系、比排场。他不是不明白这就是现实，而是太明白了，所以才痛苦。他意识到这个体系对品德没有实质性需求，反而更在意态度和立场。像他这种把修身当命根子的人，在这种氛围里活得那真像个外星人。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，他写信给父亲，说自己暂无建树，愧对家乡，并请求暂归乡里，以修心性。你以为这是请假，其实这更像是一种逃遁式退场。他不是工作压力大，而是精神状态崩了，他需要一个出口，离开这个让他感到身心分裂的环境。但很快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因为他发现
回家躲着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他是个拧巴的人，知道走不通还要继续走。他说服自己，圣贤皆由困境中磨砺而出，余当自勉。这句话可不是鸡汤，是他给自己打的认知强心针。而在这种内外撕扯下，他的日记越来越哲学化。他不再只写我今日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开始写我为何而生，我之本心何在。比如一日不思本源，则日行虚浮。还有读书未识真意，皆为外事。你听听，这已经不是行为检讨，而是灵魂拷问了。他就像个正在写自传的哲学系学生，每天围着我到底值不值得被称之为人这个主题反复打转。但讽刺的是，他一边觉得生活空虚，一边呢又舍不得放弃这个身份。他明明知道这个岗位无聊，却又在日记里写道：官居中枢，不能妄动，宜谨慎自守。这就像你每天喊着想辞职，但第二天还是按时上班，嘴上说要自由，心里却怕失去这份稳定。他根本不敢离开这个体系，因为他太清楚了，这个系统虽然不理想，但这是唯一给他乘胜舞台的地方。他不相信江湖，只相信体制内的晋升之路。你是不是发现自己身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曾国藩？拧巴不拧巴，反正你看看他每天苦楚的脸和葫芦娃一样的身材就知道了。然后一体检，各项指标一看，好家伙，啥都偏高，就是工资不高。一天到晚说着违心的话，做着不愿做的事儿，瞧不上那个，看不起这个，一见领导，哎呦，那笑的糖尿病都犯了，背地里却是10000个不服气。为了在这种夹缝中活下去，曾国藩只能更用力地向内修。他开始设立更细致的行为目标，早上5点必须起床，3餐必须7分饱，说话必须留3分，每日必记功过。他的日记可不是随笔，那就是一份 Excel 表格。他拿生活当科目表，拿自己当实验品，看自己能不能通过持续规训，在这个充满虚伪的体系里保住一份真实的自我。可问题是，他越是用力自律，就越敏感，越容易崩。他有一次在日记里写道：夜半梦中呼号，醒而大惧，连做梦都在喊我错了。你以为这是噩梦，其实更像是自责情绪的外化。他不是怕鬼，他怕的是自己没有活成理想中的那个人，而这个理想中的人越来越不人性。他要自己不贪、不怒、不懒、不色、不慢、不笑、不喜。他要成为无欲的机器，却忘了人不是靠否定欲望活着，而是靠平衡。他在追求一个永远无法达成的高版本曾国藩，可惜程序跑到一半就卡顿，因为现实从不按理想来安排剧情。他也不是完全没看清，他有一次写道：道之不行，非道之过，乃人之不堪也。意思是，不是儒家思想有错，而是人活不到那个标准。他这话一出口，其实就是自我和解的前奏，但他又立刻加了一句：然不可因难而废之，愚者亦可趋胜。这一句又把自己拉回到了我不行，是我太笨，我要更努力的老路上。你会发现，他每一次尝试走出那个死循环，都会被自己重新拉回去。他想清楚了以后，又不敢面对清楚之后的空。他知道自己太用力，却不知道怎么放松。他渴望信仰，但信仰也成了束缚。他把自己绑在了道德十字架上，表面光风霁月，内心早已遍体鳞伤。这一段人生，
其实是曾国藩最像普通人的时候。他不是圣人，不是军神，而是一个上岸之后却越活越空的人，一个试图用极度自律填补精神虚无的中年焦虑者。他在朝堂上步步为营，在日记里反复劝自己不要掉队，却始终无法抵达那个内心真正想去的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可能根本不存在。当曾国藩以道德标杆的形象在朝中站稳脚跟后，他很快就被卷进了那个更深、更复杂、更看不见底的战场，就是官场内卷。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成了第一颗被提拔的试验棋子，刚一上桌就被拉进了复杂的政治博弈。他并不是被迫，而是带着一种主动卷进去的那种自觉。他知道想在这个庙里修行，不能只靠念经，还得看你站哪一边。那时候正值咸丰年间，天下大乱，朝廷焦头烂额，太平天国已经打到长江边上，官场里上上下下全在比谁更忠，谁更能，谁更懂事儿。但能干的定义不是你真解决了多少问题，而是你能不能站在对的立场，说对的话，按时鞠躬，还要把脸伸过去给皇上当靠垫。曾国藩这种自律型人格刚好合口味，他不闹事儿，不抢功，不抢话筒，只在角落默默完成任务，像极了办公室里那个看着不起眼，实则最危险的同事。他那时候被任命为礼部侍郎，是正儿八经的6部之一，但职位不高也不低，正卡在向上爬的档口。于是他就拿出那一套卷人又卷己的修行手册，一步一步试图走到更深处。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搞政绩，而是搞个人信用。具体怎么搞？每天去上朝，提前个半小时，别人是坐轿子进宫，他呢是走路。他不带随从，不摆架子，在朝堂上从不多话，从不抢话，但回家后会把每一次朝议写进日记，再一条条分析，今天谁说了什么，谁背后在拉帮结派，谁可能是自己的盟友或隐患。他不是不说话，是把所有话憋进本子里去复盘。他把这个官场当成一个大棋盘，别人是在下棋，他则是在记棋谱。但更让人惊讶的是，他的谨慎已经小心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：今日衣角不整，出言稍高，恐为人所忌。你能想象一个人紧张到这种程度吗？他担心的不是见人说错话，而是别人可能觉得我不够庄重，连嗓门高一点都要自责。他不是怕犯错，是怕形象破功，因为他太明白，朝堂上混的不是能力，是气场，是谁的君子人设立得稳，全是影帝。正因为他太注意这些，朝中大臣反而对他又敬又防。有人说他太古板，有人说他太做作，有人说他像活着的圣贤牌位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一点，他虽然不争，但不能低估。他不主动出击，但谁要真踩了他那根道德红线，他就会毫不留情的冷脸，因为他的道德高地不是拿来讲道理的，是拿来当武器的。他越是不动声色，别人越不敢轻举妄动。就在这种全员警惕曾国藩的微妙氛围中，朝廷给了他一个大难题，就是下江南。太平军已经占据了大片南方，地方官员纷纷失守，清廷急需一位能立刻组建地方武装且道德上让人信服的人，目光自然投向了那个从未出丑、从不掉链子的曾侍郎。你以为他会欣然应允？没有，他的第一反应是犹豫。他知道这事儿不是荣誉，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。他在日记中写：奉命南下，心中惴惴，
事大而责重，恐力不逮也。这不是客气，是他真的怕。怕什么？怕自己做不成，然后摔个大跟头，把苦修多年的圣人形象毁于一旦，那这辈子不就白装了吗？但他最终还是接了。他不是因为自信，而是因为不能不接。他心里那根弦告诉他，如果我拒绝，我就会永远被认为没有担当。他活在别人的判断里太久了，早已无法只对自己负责。他觉得做错可以改，但形象塌了，那可就没救了。他南下的第一件事是回家乡招兵。他不是搞军政出身的，但这一次硬是靠人设优势招来了几千士兵。后来这支部队被称为湘军。但你别以为这是什么天选将领的神操作，他组军时遇到的麻烦比太平军还多。地方豪强不听话，兵痞不服管，物资被层层截留。他自己在日记里写道：上下离心，众志不齐，忧心如焚。最让他崩溃的是，他不能像别的将领那样骂人扔杯子，他可是道德型管理者，所以他只能靠讲理和感化。他会拉着兵头讲大学中庸，让他们明白忠义之道，还会深夜查哨，以身作则，起床比士兵还早。他打不了感情牌，那就只能打苦情牌。我都这么拼了，你们难道就不动心吗？结果呢，效果还居然不错。很多兵觉得他虽然话有点多，但真的是为大家好。可曾国藩心里清楚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他在日记里写：人心变幻无常，不能只靠道义立军，须有法度。于是他开始建规矩，定军律，犯错就罚，不管你是谁。他甚至在自己队伍里杀了几个违纪的士兵，还特意留下尸体示警。他表面温和，手段却比谁都狠，但狠中又带着一种极端克制。他不是为了发泄，而是为了守住纪律这口气。他就是这样，把自己变成了一颗棋子，一边被人利用，一边主动入局。他从不自诩为救世主，却知道自己若不做，别人可能做得更糟。他不是没看清局势，而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勉力撑局。他的所有权谋，所有手段都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不让这盘棋彻底崩盘。所以当你看到曾国藩崛起于江南这类说法时，别忘了他的起点不是一腔热血，而是无奈中的选择；不是天降使命，而是一步步推着走上去的道德驱动。他没有想做军人，但还是做了军人；没想做战将，但还是成了战将。他不是天命所归，而是道义所迫。而他能走到这一步，是因为他早就明白一件事：官场不是比谁做得多，而是比谁崩得晚。曾国藩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崩溃，并不是在战场上受挫，而是在一场调任风波中被朝廷用软刀子捅了一回。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把道德防线拉到了最高级别，结果还是被现实教育了一顿。那我们就来讲讲他第一次被当众打脸，回家抱着日记猛写了3天3夜，骂天骂地骂自己，把圣人滤镜狠狠砸碎的那一次。这事儿发生在他初创湘军，刚立下一点军功之后。当时清廷有人上书弹劾他，说他结党营私，僭越军政，还说他沽名钓誉，就是靠那一套道德说辞混上位的。这些话说得又狠又准，直戳他最怕的2点：一是怀疑他的道德真诚性，二是质疑他操控军权。朝廷对这事儿的态度也很清奇，不是公开处分，也不是力挺他，而是悄悄给他调了职，让他暂避风头。
看起来像是给他找个清静的地方，但其实是把他从前线撤下来，实质是打压。这对曾国藩来说是一次极度羞辱，因为他一直在走忠臣人设，却被人暗示你可能是在假装忠臣。调令一下来，他整个人都炸了。他没有公开发飙，也没写奏折申辩，而是回家闭门写了整整10几页日记。那几天的内容密密麻麻，全是负面词汇，像什么无能、可耻、自取其辱、不配为人等等等等。但他没有一句话在埋怨外界，反而把全部责任往自己身上揽，说是修身不够，招人记恨。这种过度自责的逻辑是他一贯的处理方式，不解释，不还击，只加倍内耗。但你要是觉得他真的放弃了，那就小看他了。他在日记里一边骂自己废物，一边开始盘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，谁可能参与，谁是幕后黑手，哪一步是自己疏忽，哪一招可反制。他的情绪激烈，但思维极度冷静。他说自己羞愧至极，但同一天还写当以此为镜，不使前世再发。你看，这根本没有崩溃，而是一次大升级，是心法更新。而且就在调职后不久，他主动请命出征，说愿意以布衣之身重新整军，不领官职，不争名利，只求一战。他说这是为国分忧，但谁都知道，这更像是一场用战绩洗清质疑的自我救赎。他不靠辩解，不靠关系，只靠结果，让我再打一次仗，用事实来说话。清廷也知道他这次是豁出去了，于是半推半就的又把他派回去了。他重掌湘军，什么都没说，继续干活。但从此之后，他在对外的语气中少了谦，多了一丝锋利。他开始懂得，单靠道德是护不住自己的。如果只讲圣贤之道，那最后一定会被活活掐死在道德的圣坛上。从那以后，他在日记里出现了一种新语气，那就是防。以前是修身、反省、克己，现在多了观人、设防、谋局。比如他会写某人语气浮躁，须防后患，此事或有暗手，当留心。他还是那个自律的人，但他不再纯粹，他开始学会识人用人，避风就事。他不是不信人了，而是明白了，信人可以，但要有限度，尤其是在官场。这场调任危机后，他变得更加尖刻化，表面上还是温文尔雅，但骨子里已经有了防御系统。他开始主动布局，像下棋一样安排人事，把信得过的属下放在关键位置，对外则少说话，多做事。他知道了，只靠我自己好那是不够的，我得让外人，让所有人必须说我好，这才算活得下去。这场危机还改变了他另一个重大思维，就是对情绪管理的新认知。曾国藩原来就是个极度压抑情绪的人，什么都忍。但这次之后，他发现不释放，你反而容易被当软柿子捏。他后来在日记里写：小愤不发，大祸将至。于是他学会了适度发火，不是乱发一气，而是有选择的释放压迫感。比如对下属，他有时候会突然拍桌子扔笔说：你们如此懒惰，误国误民。讲完又恢复平静。这不是情绪失控，而是一种技术性发火，就像你偶尔不回信息，让人意识到你也有底线一样。他开始把道德当工具，而不是信仰。他发现真正活下去的方式是让人又敬又怕，而不是只敬不怕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次挫败让他看清了真实的官场，
他在日记里写：众口可说经，道德不足以服众，权力方能定人。你看，这句不像是出自儒生，倒像是一个经历过黑暗之后开始调整策略的操盘者。他还说：忠不敌巧，直不敌圆。他开始正视那些他原来根本看不起的滑头做派。怎么说呢？他不是变坏了，而是变得有层次。他不再一味强调我对，而是更在意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说我不对。他不再强调我能忍，而是开始选择该忍就忍，该发就发。这是一个人从理想主义走向成熟现实主义的过程，代价是极其沉重的自我解构，但换来的是一种更实用的生存法则。这场崩溃是他人生第一次直面完美不可达。他终于意识到，即便再怎么自律，再怎么克己，也挡不住世界的复杂。他开始放弃那种一直做圣人的执念，转而选择做一个能活下来的君子。他没有变糙，只是学会了让自己软一点，灵活一点，留一点余地。那几天的日记像是一场小型自传，它不再只是记录行为，而是写下一个人如何在尊严被撕裂之后还能不躲不逃，原地缝补，然后披上更厚的盔甲继续上场。他明白，真正的圣人不是在神坛上不动如山，而是在泥地里摔倒了还能再爬起来说一句没事儿，我还行。曾国藩的仕途中，除了那些大人物，像这个咸丰、慈禧、左宗棠之外，还有一个人始终在他生命里占据极特殊的位置，就是他的亲弟弟曾国荃。这兄弟俩，一个是理智型控制派，一个是感性型猛干派，一个像算盘，一个像炸药包。从小两人一起长大，性格却南辕北辙，一个恨不得3天不说一句废话，一个恨不得3分钟骂一次娘。但命运就是这么有意思，最后正是这个看似最不好管的曾国荃，成了他在湘军体系中最倚重的将领。说来也巧，曾国荃原本是个不愿当官、讨厌读书的主，他年轻时最擅长的事是打猎和喝酒，对圣人之道兴趣为零，还经常嘲笑曾国藩：“你每天写那些东西有啥用呢？”曾国藩早年写家书，苦口婆心劝他立志为学，结果他回信写了8个字：“书生无用，枉费功夫。”哎呦，这下怼得曾国藩2天没睡好，日记里连写5次：“地与鲁，难成大器。”但人算不如天算，后来湘军刚组建那会儿，没人愿意打头阵。曾国藩想了很久，最后硬着头皮请这个他最看不顺眼的弟弟出来帮忙。曾国荃一听，打仗可以不穿儒服，不拜圣人，还可以自由指挥军队，眼睛一下亮了，一口答应。他不喜欢规矩，但喜欢带兵打仗的那种自由感。曾国藩当然知道风险，但还是把军权给了他，因为他很明白，这个弟弟虽然没文化，但有冲劲儿，有胆识，不怕死，是打仗的好料子。事实也证明，曾国荃确实是湘军里最能打的一把好手。他打南昌、围天津、拿两广，每一仗几乎都是硬啃。别的将领还在观望时，他已经带人破门而入，打到敌军内殿。打完了还不收割功劳，说我是替我哥办事的。这么一个能打能扛的亲弟弟，按理说曾国藩应该高兴才对，可他心里反而越来越不安。他发现这个弟弟太不听话了，不是不孝顺、不尊重，而是太有主见了。有时候曾国藩安排好作战计划，曾国荃直接阳奉阴违。他发来家书劝弟弟不可轻进，需稳扎稳打，
结果曾国荃第2天就打了，把曾国藩那个着急的，在日记里写：帝今之行，鲁莽而悍，恐有败相。但是呢，这个曾国荃偏偏胜了，他又不得不写：帝无勇有余，惟虑其中，不听教。更让他头疼的是，曾国荃赏罚不公，喜欢偏袒自己信任的人，在军中逐渐形成了私党。曾国藩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他曾暗中派人查探曾国荃营中纪律，还偷偷把这份情报抄在日记上，写道：此风不可长，兄弟虽亲，亦当有所记。他的控制欲开始泛滥了，表面是大家为国家办事，实则还是想把一切都掌控在自己手中。而曾国荃呢，他也不是没感觉，他开始对哥哥的过度规训越来越反感。这个曾国荃本就是快刀斩乱麻的人，你这边刚布置完计划，他那边就打完收兵了。你跟他说谋定而后动，他回你动了再谋也不迟，就是这种风格。就这么个人，好家伙，把曾国藩气得在家书里写：此心实痛，汝志不向正，恐终为人所弃。其实这话说的已经很重了，但他们毕竟是亲兄弟，又是战友，关系再僵也不会彻底断裂。曾国藩有时生气地写完日记，第2天又加一句：帝之忠义，世所罕有，唯其刚烈，令人忧心。这种骂完再夸的语气，像极了那个在办公室里天天说你不行的上司，但真出了事儿又相信只有你才能办好。他心里是有矛盾的，一方面佩服弟弟的战功，另一方面害怕他走偏，既想依赖又想控制，既想让他自由又想他按剧本来。其实曾国荃也很委屈，他不是不知道哥哥的用意，但他骨子里不接受这种被设计的感觉。他曾对部下抱怨说：我哥太像教书先生了，处处讲理，没半点人情。你看，他不是抗拒约束，而是抗拒失去人格空间。他可以为国家卖命，也愿意听哥哥调度，但你不能每天写800字的家书来管我吃饭，管我骂人，管我站姿。这不是军令，这可是道德监控啊！他们的关系最终卡在一个核心矛盾上：曾国藩希望用道德控制一切，而曾国荃活的是用本能赢结果。一个是剧本派，一个是行动派，一个像导演，一个更像男主。于是这对兄弟就像2条平行线，既交集又碰撞，既合作又内耗。但你不得不承认，正是这种矛盾的组合，才让湘军真正成型。曾国藩建体系，讲纪律，稳大局；曾国荃打硬仗，破坚城，顶前线。一个人没情绪，但有大局观；另一个人有脾气，但冲得出去。他们像极了现实中那种一个拉着方向盘，一个猛踩油门的团队组合。若配合得好，那就是车神；配合不好，就直接翻车。而曾国藩最终也在反复的在操控、失败、放手中学会了一点：不是所有人都能按照你的方式去成为完人，有些人就是需要以另一种野路子去完成你做不到的事情。他后来在日记里写：吾弟有猛虎之性，不可驯如羊，但可引之以义。他终于承认，有些人不是教出来的，是放出来的。所以他们的关系最后变成了某种有限默契，不再互相纠缠日常事务，但在关键时刻依旧彼此倚重。他们不再试图改变彼此，而是学会了怎么一起走下去。曾国藩的心里或许还是不放心，但他再也没试图写信去改变曾国荃的脾气，只是偶尔在日记里写愿帝保重，慎怒，
更多的是沉默和默认。他终于理解了一个道理，不是所有亲密关系都适合强控。有些人你越抓越远，反而放松一点才能走得更久。他用了几十年去管这个弟弟，最后发现最好的相处方式其实就是不再管他。如果说曾国藩是儒家圣人模板，那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，简直就是把这套模板打碎了又拼起来。他打赢了仗，也赢回了名声，但赢得最艰难的，那就是对自己的说服。因为他这个打着立德、立功、立言旗号的人，亲手指挥了清朝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次城市围攻，就是南京之战。那一年，他和曾国荃兄弟联手围困天津，整整1年，湘军四面合围，太平军死守孤城，城里已经断粮，死人堆在街上，兵吃人肉是常态。城外呢，湘军不断筑高台、炸地道，准备最后的总攻。曾国藩没有在前线，但所有决策都是他决定的。他每天坐在后方，手里拿着情报，夜里翻来覆去的写日记，一边记录战况，一边给自己精神马杀鸡。他知道攻城意味着什么，一旦破城，城内必然屠杀横行，但若不攻，时间一久，湘军士气就会崩。更何况朝廷已经给了他最后通牒，此战不成，撤职查办。他明白，这一仗不是打给太平军的，是打给整个朝廷的，是打给曾国藩的声誉牌。所以他硬着头皮下了令。他在日记中写：破城之日，恐多杀戮，非所愿也，然不得已。这是他罕见的承认，我知道这事不对，但我别无选择。他的日记一向是我错了，我改，这回却变成了我知道错，但必须做。这背后的心理变化极其微妙。他不是放弃了道德，而是把道德放在了更后面的位置。他要先保住军队，保住权威，保住自己立起来的这一整套系统。南京最终是在一场爆炸声中被湘军炸开了城门，湘军涌入城中，百姓敌兵，无辜者混杂，血流成河。曾国藩当天在营中闭门不出，没有去看，也没有派人进城安抚。他只做了一件事，坐在灯下写了一封极短的信给朝廷：城已破，贼首伏诛，警报。连标点都没有。可当晚他的日记却写了整整2页，全是自责。他说：一日之中，死者数万，虽为贼众，然念及苍生，心如刀割。又说：吾志在安民，却知大乱，内疚难安。你能感觉到他极力想让自己相信我是迫不得已，可越想说服自己，反而越显得心虚。他可是那个亲手写下指杀为人的人，结果却成了城破人亡的主谋。他不是没感情，只是所有的感情都被他塞进日记里，不敢说出口。这场战役之后，朝廷赐他2等功封号，誉为忠心之臣，但他在那几天的日记中没有一次写喜字，他甚至写此功不敢居也。你以为是谦虚，其实是逃避。他怕真承认这是我的功，就等于认领了杀戮的责任。他想活在我是替天行道的叙述里，但南京的血把这套叙述戳得千疮百孔。更让他崩溃的则是百姓的反应。他原本以为平定太平军后，地方百姓会感恩戴德，结果南方一带百姓私下都骂湘军比贼还贼。湘军士兵烧杀抢掠，拿走的不只是财物，还有人命。曾国藩下了几十道命令约束军纪，收效甚微。他开始意识到，军队不是靠规训就能变干净的。他打造湘军的初衷是以忠义立军，
现在却变成了以暴制乱，说是安天下，实际是杂乱局。他没法控制局势了，只能控制自己。他开始缩回到熟悉的内省系统，每天反思、忏悔、警醒自己。他像极了一个制造了灾难的工程师，站在废墟前，一边清点损失，一边翻开手册确认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了。但他始终不敢正面承认湘军杀了太多人，他只写军纪稍乱或下属未遵令。他不敢写真相，他怕写了就撑不住了。可他连做梦都会梦到那一幕。他在一封私信中提到，夜梦火光漫天，中人号哭，醒后汉尸被入。你以为这是哪位小说中的人物？不是，这正是晚清第一完人曾国藩。他的圣人壳从南京那一战开始出现了第一道明显的裂缝。以前的他是靠不断给自己打补丁撑住那套系统，但现在他第一次意识到，可能我这套系统本身就有问题。可他没有推倒重来，他不能，他也不敢。他很明白，自己如果承认错了，那不只是个人声誉毁了，就连整个湘军体系也会跟着垮。他现在不只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象征，是清廷在南方唯一能打能震的道德形象工程。他一垮，朝廷就得另起炉灶，所以他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填补那些裂缝，继续往前走。他后来把这段时间的部分日记藏了起来，只留下一些看起来克制、理性、庄重的版本给后人。他知道历史会怎么写他，所以他自己动手做了版本管理。这不是伪装，而是求生。他知道这个世界只接受成功的圣人，不接受犹豫的将军。而那一夜之后，他对自我的认知悄悄发生了转变。他不再用我是好人来要求自己，而是改成我是执行者。他甚至在日记里写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身处其位，不得不为。这句话看似平淡，实则是一种极端的责任逻辑。我知道这件事可能不对，但我必须去做，因为没人比我更能承担这个错。他不是没有人性，而是他的人性被责任磨平，被现实碾压，被结构吞噬。他不敢哭，不敢怨，不敢说不。他只能选择继续修炼，让那个破碎但还在动的自己维持那个不会崩的圣人系统。他最终没有掉下神坛，但也从此真正失去了走下来的机会。如果说曾国藩一生中最不能躲避的外部对手是太平军，那么最让他内心打架的内部对手，那一定是左宗棠。这俩人看起来关系还行，朝堂上互称左公、曾公，但私底下从第一次合作开始，几乎就像是两台互相看不顺眼，但又必须并联运行的发电机。他们互补又互撞，合作又暗战，前半生客气应付，后半生互相提防。说是患难兄弟，更像道不同却同命的竞速对手。二人初识时，左宗棠还只是个落地老童生，满腹经纶却屡试不第，整天在山里看天象，研究地理，讲学教书。曾国藩欣赏他的才气，破格推荐他进幕府当顾问搞战略。左宗棠也确实牛，一来就指出湘军防御布阵有漏洞，还把未来几年的战略节奏做成图表，整得曾国藩目瞪口呆，立刻写进日记：此人思路奇特，即可倚重。可惜这段蜜月期没持续太久，原因很简单，左宗棠脾气暴，曾国藩脾气别，一个当面拍桌子骂人，一个事后在日记里碎碎念，两人合作时间一长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。左宗棠不喜欢那种儒家表演型人格，
最烦那种明明生气了还要装谦和的人，而曾国藩最怕的就是控制不了的变量，尤其是那种说话不拐弯、做事不留情的性情中人。他们最典型的一次冲突是在某次战役的后勤安排上，曾国藩强调稳中求胜，要多囤粮，按部就班。左宗棠主张速战速决，不惜加征。结果调度混乱，两边口供不一。朝廷责问曾国藩没明说是谁的问题，只在日记里写左性急，多自断，不从军法。你看他多拐弯抹角。这场小摩擦成为两人关系正式降温的起点。从那之后，他们开始彼此尊重而不亲密，面子给足，却心里较劲。曾国藩有一回收到左宗棠的长信，信里写满了分析和建议，语气颇急。他当晚在日记里记下其词锋锐利，恐意图夺势。这不是提防，是怀疑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这个原本他一手提拔的人正逐渐独立，甚至可能抢了他的风头。而这个左宗棠呢，他可从不藏着掖着。他在一封写给别人私信中直说，曾公修身有余，实事不足。你会做人，不代表你懂局势。他觉得曾国藩太墨守成规，动不动就道义为上，现实中却处处拖慢节奏。而曾国藩则认为左宗棠太张扬、太激进，不守官场游戏规则，早晚会栽。但他们又都知道彼此不可替代。朝廷若没有曾国藩，那就没有湘军，没有左宗棠，西北难以平。他们都站在满清中后期维稳机器的关键节点上，一个撑南方，一个扛西线，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彼此不满却必须共存的微妙生态。曾国藩最纠结的地方在于，他既怕左宗棠抢功，又不能不让他抢功。他明白朝廷需要的胜利根本不在乎是谁赢的，但他自己不能接受最后赢的是别人。他在一次晚宴后写下宗棠风头日盛，无不敌也。你听听这语气，像极了一个老大被新生代反超的中年危机。而左宗棠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曾国藩那道德碾压式的存在。他对别人私下说，曾公之道令人敬而远之，这8个字翻译过来就是他是圣人，我不想靠近。他佩服曾国藩的定力，但不愿意成为那样的人。他要的是胜利，而不是在道德上赢得赞赏。曾左之间最大的区别其实是为谁而战。曾国藩是为道、为家、为自己建构的那个圣贤剧本。左宗棠是为民、为疆土、为真实的血肉生存。他们都不完全为皇帝服务，但一个选择服务系统以保存自我，一个选择对抗系统以成全胜局。曾国藩后来病重，最后一次提笔写日记时，正好朝廷在平定平乱诸臣功绩，左宗棠名列前茅。他写道：宗棠功大，恐难治也。这句话不是嫉妒，也不是警告，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他知道自己已经老了，格局撑得住道义，却不一定撑得住新局。他一生经营的完人模式，终究敌不过一个不完美但有效的左宗棠。所以曾左之间并没有你死我活，也没有兄弟情深，只有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。两个在系统里挣扎的人，一个靠内修稳住框架，一个靠外拓改写地图。他们代表的是两种中国式拯救逻辑，一个往内自律，一个向外扩张，一个靠压抑成胜，一个靠爆裂成名。而他们彼此心知肚明，却都没戳破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彼此的敌人。
真正的敌人是这个只能容纳一种成功的叙事系统。曾国藩守的是这个系统能不能体面，左宗棠搏的是这个系统还能不能活。这两个男人始终走在一条路上，却永远不会并肩而行。曾国藩的圣人人设里有一个几乎被大家刻意忽略的角落，那就是色欲。他几乎在所有公开信件和家书中都不提男女之事，看起来像个没有生理需求的道德雕像。但真实情况是，他不是没有欲望，而是欲望太强烈，反而逼自己压到极致。他不是天生纯洁，是后天极度克制，不是不动心，而是动心太多次，干脆把心关进了笼子。最早的线索，其实在他20几岁写的早期日记里就出现过。那时候他还是穷书生，生活清苦，但日记中多次出现夜中私淫、不可遏制、心动于女色、深以为耻等字眼。他没有任何实质行为，只是动了念头，就反复自责。有一晚，他梦见自己与妇人对坐而笑，醒来直接写下心邪至此，何堪为人。你看，他连做个梦都不能原谅自己。这种强烈的思想洁癖，其实来自他的完人执念。他把克己复礼当作人生目标，而情欲在他心里是最不讲理的东西。他可以控制饮食，控制起居，控制说话语速，但唯独不能彻底掌控这个性冲动。所以他干脆选择最狠的一招，直接全封闭。他在某一年日记中写：戒色3月，心渐清，志可定。你以为这是道家修行？不是，是一个正在用强行意志对抗人类本能的人在给自己洗脑。成婚后，他对妻子也极少表达情感，甚至在家书中从不提及夫妻生活。他在外多年回家，时间有限，却从没在日记中写一句思妻或念情。相反，他更常写的是恐贪色伤身，乱心乱志，甚至把房事列为影响精神修行的最大障碍之一。有一次，他刚回家，见了夫人，还没说2句话，第2天就在日记写：昨夜懈怠，今日神思混乱。这种逻辑已经近乎病态。他不是性冷淡，而是主动把情欲定义为道德污点。而这种克制方式逐渐从身体扩展到精神，再从精神延伸到他对下属、子侄、子女的教育里。他曾在家书中告诫弟弟，慎防色欲乃修身之本，还要求儿子每日默写诸子治家格言，其中不可近色那几条要重点背诵。他自己过得极苦，也要所有家人一起苦修。这种全方位色欲控制带来的是一种道德优越感。他在外地看到官员养妾、嫖妓，就会在日记里写心生不耻，非吾辈所为，甚至写下淫乱之人必得不利。他不只是反对行为，更连有此念头的人都归入不可交之列。他的朋友圈里没有风流人物，只有端方正直之士，哪怕这些人无趣，他也宁愿无趣，不愿染污。但你要是以为他真的斩断了这根线，那就天真了。他年过50之后，情绪压力剧增，开始出现大量梦中色念复燃的记录。他在日记中写：夜梦不洁，惊醒自责，书辞谨之。他不是干了什么，只是梦见了什么，但还是要惩罚自己。有一段时间，他甚至把自己列入戒色犯错名单，连续10天早起冷水洗脸，抄书5页，作为惩罚。更离谱的是，他有一回外出路过某地，被介绍去拜访一位贤良妇人。他去了，回来后在日记里写：
其容貌娴静，语气温婉，不禁心动，旋即自责，余果真不堪圣贤之任。你看，他就连欣赏一个女性的行为都不能原谅自己。他不是怕自己出轨，而是怕内心不干净。他的控制不只是对自己，也对他人。当他看到某个部下喜欢跟伶人打交道，立刻调岗，说此人志不正。甚至他身边的书记官，只要结婚了，娶了姿色较好的女子，他都要查查是否染淫风。他不是想干涉别人私生活，而是觉得我的团队必须干净到骨子里。他怕一粒沙子进来后，让整个机器失速。这种极端控制到后期甚至演变为对人生快乐的彻底怀疑。他写过一句极沉重的话：人之为人，当以智定欲，若一失手，则万劫不复。他已经不再讨论合不合适，而是直接把情欲归入毁灭性力量。他不信自己能适度，只信自己必须极端。可你说他真的快乐吗？当然不是。他的日记里越来越多的出现心烦意乱、无端郁结、夜不能寐等词。他不是没情绪，而是情绪被压太久，开始内耗。他表面是圣人，心里像一个被长期捆绑的普通人，连想象一下温柔都得先写10遍检讨。他最后的状态是一种近乎空壳的意识形态，不是没有欲望，是把欲望打包锁进日记里，然后用克制感换来我是合格的道德样本这个心理安慰。他成功了，但也失去了体会人生的能力。他不是没激情，而是怕激情吞没了理智。他不是不需要温暖，而是不敢向温暖靠近。这就像一个人住在无菌房里，为了活得干净，把所有风都拒之门外。他赢得了清高的名声，却也注定只能在深夜的纸页上一个人完成和自己本能的拉锯战。如果你从曾国藩的角度看整部清朝的下半场，就会发现他一生都活在一个特别别扭的位置，知道自己是个被利用的棋子，却还是咬牙撑到底。他不是没看穿局势，也不是没动过辞职归田的念头，但最终他选择了一条最不舒服、最不自由，也最不容易讨好的路，主动配合体制，做一个高质量的工具人。在外人眼里，曾国藩在清廷有多高风亮节，皇帝就有多器重他。什么中兴第一功臣、文武全才、德高望重，听起来好像他就是朝廷的心头肉，实则不然。他真正的位置是朝廷用来压其他汉臣的标杆，是一把活着的戒尺。谁越线就拿他出来比。你看看曾国藩，人家都不闹情绪，你还哪来那么多话？你说他是被信任？不是，他是被当成典范来控制别人的。这事儿他自己早就明白。他在日记里反复写：非我之才，实赖圣恩。嘴上感恩，但笔下经常透出一股微妙的含义。他说：恩典越厚，责任越重，唯恐不胜负担。你给的太多，我反而怕。怕什么？怕自己只是个政治工具，一旦坏了，就会被迅速更换。他不是没见过前车之鉴，林则徐、魏源，甚至后来的李鸿章，哪个不是被捧起来再被推下去？他太清楚这个体制的逻辑了。你不是不可替代的，哪怕你是完人，也不过是个暂时有用的零件。皇帝要你立军，你就得立军；要你平乱，你就得平乱。可一旦风向变了，你站的位置就可能变成问题本身。所以他干脆提前给自己设了一道心理防线。我知道你们在利用我，但我自己要活得像个榜样。他不抗拒被当棋子，反而主动把自己塑造成一颗不可轻动的重子。
他不想赢得皇帝的宠幸，而是要赢得系统的道德依赖。他知道，如果你能成为一个谁都不敢替代的角色，那才是最稳的排位。这不是权谋，是他对安全感的极致追求。他在京中担任军机大臣时，其实是有实权的，但他从不大声说话，不主动提意见，奏折写得滴水不漏，哪怕明明心里有不满，也宁愿用最迂回的方式来表达。比如微臣愚陋，不敢妄言，唯见时局艰难，恐非一日之忧。你听着像废话，其实每个字都藏着锋利的判断。他甚至有时候主动请罪，那个罪请的连皇帝都尴尬了。某次用兵失利，他上书自请革职，理由是用人不当，调度失据。皇帝一看你都这么配合，那就不用撤你了。曾国藩知道这个逻辑，他就是要用先打自己来换，你别真动我。这种先下手为强的被动防御，堪称官场艺术巅峰。可你要是觉得他只是为了保身，那也低估了他。他其实一直在给自己争一点点空间，不是职位上的，而是思想上的。他写日记不是给后人看的，是给自己留证。他在日记里写：“吾为人上者所驱策，非我愿也。然处其位，不可不为。”这不是抱怨，而是宣誓。哪怕我被动，我也要主动把这份被动活成有价值的事。那么他是怎么活出价值的？靠立制度、教人才、修军纪。别人当官是为了生，他则不是。他觉得皇恩不可信，道统可传世。所以他在打造湘军时，不是为朝廷立军，而是为我这一派的理想立军。他要让这个系统知道，曾国藩这3个字不是一个位置，而是一种秩序。他把人治时代硬生生刻出了点制度的痕迹。而最讽刺的是，这一切他都得藏着做，不能显山露水。他知道清廷最怕有人另立体系，所以他一直强调，我绝不越界，我不图私功。可内心深处，他真的不图吗？当然图，只是他图的不是皇帝赏赐的金银，而是未来人怎么写他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极其矛盾的曾国藩，一边全力为皇帝办事，一边在日记里不断与这个体制拉开距离，一边打造湘军，一边时刻警惕，这不是我在抢军权；一边把自己活成神台上的人设，一边又偷偷在纸上写：吾志在济世，非苟全于宫墙之中。他在深知自己是工具的前提下，还要用这个工具身份去完成一些超越工具本身的理想。这不是理想主义，是理想现实化。他太懂规矩，所以不破规；太明白风险，所以以稳求活；也太知道信任的虚假，所以只靠自己建信用系统。他说：“事不可信，道可信。”这句话是他一生的对冲策略。而当他站在权力中心，表面风光无限时，他心里其实是最孤独的。他不能多说，不能多想，不能轻举妄动。他必须时刻提醒自己，你不是来享受的，你是来打补丁的。他不是忠臣，不是奸臣，而是一个对现实看得最清，却依旧愿意折腾的人。他不信皇恩，却人守皇命；不信制度会回报他，却人在替制度续命。他不是不挣脱，而是明白，我若挣脱，一切将乱。这是曾国藩最绝望的理性，也是最悲壮的自觉。曾国藩一生最怕的不是敌人，不是失败，而是破人设。他的整个生命工程就是围绕立德、立功、立言这3点精心打造的自我塑形系统。这个系统精密的像一台老式挂钟，
分秒不差。一旦哪个齿轮脱线，他就像被抽了一巴掌，恨不得立刻自毁重修。他的圣人模式不是天然默认，而是不断修正后的强行稳定。但偏偏真有那么一次，他却没稳住。这事发生在他中年之后，官场地位稳了，湘军打赢了，名声也上来了，外界都觉得他已经大获成功。可也正是那段时间，他的精神状态出现了明显松动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某次在营中小酌几杯之后，竟然当众失态。这对一个几乎从不饮酒、事事克制到极致的人来说，简直就是道德系统宕机。事件发生的具体经过没有详细记载，但从他那天晚上的日记可以看出，他的情绪是崩裂的。他写：醉后失礼，语多失度，神志懵然，不堪回忆。这可不是简单的喝高了，而是深层的人设坍塌感。他一生的戒律，第一条就是慎独、慎言、慎行。结果这一晚，好家伙，他不仅没慎独，还言多误。他在日记里连写羞、耻、悔3个字，并下决心断酒3年，并开始每天加倍抄圣贤书，算是给自己狂打道德补丁。他是怕别人看到他的另一面，不是怕喝醉，而是怕自己脱离那个可以被学习、被敬仰的版本。他想做的是一个可以公开展示的完人，不带情绪，不带欲望，不带瑕疵。可人终究是人，哪怕你一辈子用《论语》洗脑，也难保哪天一杯酒下肚，藏在骨头里的人性就全冒出来了，彻底装叉失败啊！这次失态之后，他变得比以前还要严厉。他不是原谅自己，而是加倍的压制自己。这像一个系统崩溃一次后，开发者直接更新了一个超强防火墙。他每日清晨3点起身背书、抄经、默写格言，还特地规定自己不得中午卧寝，防止懒惰。他把那晚的事当成警钟，可不是普通的警钟，而是道德自焚预警。但他内心深处其实知道，人设一旦裂了缝，再补也补不回当初那种无懈可击的纯净感。他不是怕别人原谅他，他是怕别人知道了，他也会犯错。那就说明他并不是那个他一直想要成为的不可摧毁的模范。他担心的从来不是具体事件，而是失控的信号。所以你会看到，他从那次之后，日记内容发生了明显变化。之前都是今日略有懈怠，明当警醒，而从那之后，开始频繁出现自觉行迹可疑、心念浮动难安、神志不定、志气不固这种极度不安的字眼。他变得多疑、敏感，哪怕一个小动作、一个梦境、一个回忆，他都要写满几页反省。他对完人系统的维护已经从主动修补变成了随时预警机制。有一回，他梦见自己在宴席上脱帽狂笑，醒来后立刻在日记里写，心中尚有戏谑之念，乃大不敬。这根本不是行为，是梦境，但他照样惩罚自己。你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求稳偏执已经从现实扩展到了潜意识。他要的是全方位零偏差，连梦都不能偏题。而这段时间，他对人的态度也有了明显变化，他变得更谨慎，也更封闭。原本他还愿意和下属聊聊近事，听听私话，但那之后，他几乎只谈公事。凡是话题一歪，他就以政务在身，不以久坐为由离席。他甚至在信中提醒朋友，不可纵谈风月，恐误正道。不是他变冷漠了，而是他已经不敢再允许自己松懈。他对亲人也开始疏远，尤其是对几个子侄。在一次家宴中，
侄儿开玩笑提到，曾公若非守德，亦有俗情。他当场脸沉如水，饭也不吃了，转身就走。事后写日记，晚宴失言，颇伤形象，虽亲人亦不可轻言细语。他对圣人形象的维护，已经不只是一种社会策略，而是一种深植内心的自我迷恋，直接着魔了。但也正是这种高强度的自我修复，慢慢耗尽了他的情绪承载能力。他开始频繁头痛、失眠、耳鸣、心悸，还以为自己是体虚，请了几个郎中看病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无病，心事太重。你看看，他不是身体出问题，是人设压垮了肉身。他长期在高压的完美状态下运行，身体已经受不了那种不准出错的执念。你可能会想，那他为什么不干脆放松点，别这样折磨自己了，对不对？答案很简单，放松对他来说比死亡还可怕。因为一旦他放松，就等于承认之前的一切都可以不那么严肃，而他的一生就是靠必须严肃支撑起来的。他不是不想躺平，而是他的信仰系统不允许出现半个圣人，要么成，要么毁，没有中间，极端到底，摇滚无罪。所以他继续写，继续克制，继续审查自己的每个念头。他不是不想做自己，而是早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他只知道曾国藩这个角色必须继续演下去，哪怕已经演得身心俱疲。那次醉酒只是一次小小的脱轨，但他却把它当成道德末日，用一生的代价去修复那一晚的人性世故。这就是曾国藩，他不是圣人，也不是疯子，而是一个彻底活在自我要求牢笼里的人。他造了一堵墙，把自己困在完美里，然后每天检查那堵墙有没有裂缝。墙一旦裂了，他不修，而是自责，然后在原地再筑起一道更高的墙。如果你想知道满篇写满了忍这个字会是个什么样子，那你只需要读读曾国藩的日记，就可以爽爽地感受到了。他对忍耐的理解已经不只是道德要求，而是一种近乎病态的生存策略。他一生最常写的2个字就是忍之，不管是被骂、被排挤、被误解、被背叛，甚至是被讽刺，他都写忍之。但你别以为他真的无动于衷，其实他的每一次忍让背后都藏着一股越积越深的怒火。忍久了会烂在心里，忍狠了会长出火来。他不是不发火，是把火全藏在日记里，藏在细节里，藏在那些乍看温和，实则咬牙切齿的文字里。这个毛病可太致癌了。他对下属的忍尤其明显。湘军时期，他属下有不少骄兵悍将，有的阳奉阴违，有的擅自行动，有的当众不给他面子，把他给气够呛，但从不当场翻脸。他在日记里写，今日某将军语气怠慢，众人侧目，吾强忍之，不可动情。他不是没情绪，是硬生生把怒气和癌细胞一并压回肚子，然后半夜在灯下独坐1个时辰，复盘整件事，再自问我为何动怒。他不考虑别人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先自问我为何不能控制自己的反应。这种自责本身就是一种极端控制，他不是没脾气，而是把脾气变成了对自己的刀。他认为发火是失败，是修养不够，是人性未驯，所以他逼自己吞火，吞完再把余温写进日记，再用反省来降温。他每吞一口气，都会在纸上扎自己一下。汝之心性未达也，汝之面色浮动，非圣人风范，汝之胸中有气，实乃未得道。这可不是反省，而是鞭打。
可也不是所有火都能压得住。有一次，他被朝中同僚在背后攻击，写信给皇帝，诋毁他私设军政，不循朝命。曾国藩得知后，整个脸都绿了。他第一时间写奏折否认，外表温顺有礼，语气如常。但回到营中，他当晚写下10页日记，连用7次，愤懑难平。他甚至写道：“吾岂为名利而来，竟受此无耻诬陷，真欲一怒而辞官。”你看，这是真情流露了，但也仅止于纸上。他没辞官，没有爆发，第二天继续照常晨起练字、读书、听政，仿佛昨晚什么都没发生。这种忍到极致的状态，甚至已经成为他的习惯。他不是不知道情绪有毒，而是觉得爆发的代价更大。他曾写：“一怒则乱，一忍可全。”在他眼里，忍不是屈辱，是工具；不是退让，是谋算。他知道别人误会他，嘲讽他，但只要他不回应，最后的胜利会是自己的。他把人设完整看得比情绪发泄更重要。他不是怕对手，而是怕失控的自己。他也不是没想过干脆就不忍了。他有一次在日记写：“倘今一怒，或可快心，但名节尽毁。”你看，他其实心里早就演练过所有可能的翻脸场景，只是他都忍住了。他的家人和下属有时看不下去，会劝他适当发发脾气，他听了只笑一笑。他不是不信他们的话，而是他早就把发火这件事儿等同于自毁。他怕的是一旦放纵了情绪，整个人就脱轨。他不是不想骂回去，只是他太明白，一旦开了口，那个他一直用克己建造的自我系统可能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但长期忍耐也并非没有代价。他的身体早在50岁前就开始出问题，肝火旺、咳血、畏寒、头晕、耳鸣。他不是不懂医学，反而极其重视养生，但偏偏身体的问题却层出不穷。他自己也写：“心中郁结，病由此起。”他知道不是风寒，而是气堵。他不是被别人气病，而是被自己憋病的。他的忍不是单纯的消化情绪，而是用力压制，然后堵在全身的经络里。而最重的一次爆发，竟然是在他以为自己已经悟透的晚年。他某次回到家乡处理家产分配的事，结果遭遇族人质疑，说他偏袒某房。他平时最重公正，听到这种话，竟然暴怒失言，骂了一通，甩袖而去。当天晚上他写道：“失口一瞬，毁誉半生。”他知道自己失控了，这比战场失利还要严重。他的自我要求太高了，以至于1秒的情绪释放都成了致命伤。这一次之后，他更加封口，对人说话三思而后答，信件语气更加冷静克制。他再也不让情绪在他脸上浮现1秒，甚至连怒这个字都很少出现在他的文字里。可越这样，越说明他的火还在。那个极力维持平静的曾国藩背后，却藏着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自己。你可以说他成功地管理了情绪，但你也必须承认，他从未真正自由地做过自己。他的成功不是活成自己，而是活成他要求自己成为的样子。他不是不懂人间烟火，而是把他们关在玻璃罩里，每次动摇就跪在书桌前狠狠自骂，然后强迫自己变回那个能忍的人。他一辈子练的是把情绪处理成沉默，把愤怒消化成更坚定的克己目标。不是他不痛，而是他不允许痛发出来。他的逻辑从来都是：我不能动怒，
因为我必须完美。这不是圣人之道，这是孤岛求生。临终前的曾国藩终于写下了他这一生最不像曾国藩的一封家书，没有高谈修身，没有训诫持家，没有儒家套话，只有2个关键词：疲惫和歉意。这封信不像他往常的道德课程，反而更像是一个上了一辈子发条的人，在生命快走到终点时，忽然意识到自己活得太累了，可能从未真正放松过。他不再强调如何做人，而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那种深深的人之常情。这封信是写给他的长子曾纪泽的。此时曾纪泽已经是大清外交重臣，在国外奔波多年，时常写信回家请教父亲政务、军务、人事、哲理，照例得到一篇条分缕析、字正腔圆的回复。但这封临终前的信不太一样，他不讲道理，只讲心情。他开头第一句就让人一愣：吾儿无此生已倦。你很难想象，这几个字出自那个一生不倦、从不躺平，连梦里都在背书的曾国藩。他终于承认他累了，不是身体累，是道义系统崩溃边缘的那种累。他接着写：年老多病，已无精力思虑国事，唯念尔等远在一邦，恐未尽无训，愧为人父。你看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仍然在自责。他不是为国家功过自省，而是为作为一个父亲是否合格而内疚。他这一生太忙着当圣人，结果到最后，他忽然怀疑我是否忽略了那个叫父亲的普通角色。他开始不反思为官了，而是反思为人。他说自己少言情，恐尔心有怨，还罕见地加了一句：若再有来世，当以平常父子相处。这句话不像曾国藩，像是一个在人生尽头终于卸下包袱的男人。他终于不再讲忠孝节义，而是说平常相处。这一句比所有训诫都有重量，因为他一生追求的就是这个不平常、不普通、不松懈、不随便、不接地气。他从不让自己做一个普通人，却在最后的一封信里对儿子说：来世我只想做一个平常的父亲。他还提到自己的弟弟曾国荃，说：此生最感恩者吾弟也。这句话里其实包含了巨大转折，因为在他过去几十年的日记中，对曾国荃最多的就是担忧、批评和各种不放心。可在这个时刻，他终于放下了控制欲和角色焦虑，坦然说出感恩2个字。这不是赞美，是放手。他不再去评判、引导、调整弟弟的人生，而是愿意用一种晚到的尊重来终结这一段复杂的兄弟关系。更动人的是，他最后一段写：所遗诸子孙，不在金银，不在名望，唯愿心中有敬畏，行事有底线。这句听起来像老生常谈，但如果你把它放进整个曾国藩的生命背景下读，就会发现不同寻常。他终于不再逼迫后人成为楷模，而是退了一步，只求有底线。这不是降低标准，而是看透了人性。他终于明白，完人不是训练出来的，道德不是压出来的。有时候不做坏事比做圣人更难，也更真实。信的最后，他加了一句：无志未必高，然终不敢负初心。你看，他其实也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走对了路，但他清楚一点，这一生他没偷懒。他可能走得不够完美，但他走得很用力。他可能有错，但从没躲避。他把一切都赌在了自我要求上，
哪怕很辛苦也没有回头。他甚至为此牺牲了自己很多自然的情感，牺牲了松弛、快乐、亲密，最后换来一生的道德高地。可到了生命尾声，他终于意识到，这座高地并不温暖，他站得再高，也终究孤独。他的名声、地位、声望都没办法填补内心那个我是不是从来没做过我自己的疑问。他写道：人皆求道，道国可求；人皆欲成，成国可信。这句话没有答案，他只留下了最后一个问句，让人读完长叹一口气。曾纪泽收到这封信时，人还在伦敦。他回信用了极为简短的几行字：父训如山，然吾更愿见父孝言。你看，这才是真实的儿子回应。他读懂了父亲的重量，也表达了自己心底最真实的愿望。我宁愿你不是圣人，而是一个可以孝的父亲。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不久后，曾国藩病逝，身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，也没有特别复杂的政治遗产。他留下的最多的是日记、家书、奏折，是成堆成册的写给自己也写给这个时代的纸。他用这些纸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符号，一个标准，一个完人模型。但他自己也知道，那些文字越多，他作为真实的人就越稀薄。他最后写在日记上的一句话是：天命如此，不可复求。没有激情，没有遗憾，只有一种平静到近乎麻木的接受。他用一生证明了自律可以筑起人格，也用最后的沉默证明了完人也是凡人。如果把曾国藩写给别人的家书和奏折比作他的官方版本，那么他的日记就是他给自己留的一份暗号文本。那些外人看不见、不允许流出的字句，那些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情绪密码，才是真正的他。他一生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日记，不是给人看的，是给自己验证我今天有没有成为一个更像样的人。可是翻遍这些日记，我们终究会忍不住问一句：日记里的曾国藩真的是他吗？还是他想象中的自己？从他最早写日记开始，他就已经不是实录生活，而是构建自我。他不是在记录，而是在审判。他每天审判自己的心念、行为、语气、表情，哪怕只是多笑了一声，说话时语速快了一拍，他都要记下来。浮夸不足取，言不深，回矣。他不等别人批评他，自己先把自己推上被告席。他的日记不是倾诉，而是打分。他活在一场每天开庭的自我法庭中，白天演，晚上审，日复一日。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律，这是一种极端的人格塑形。他不光管行为，还管思想。有一段时间，他甚至规定自己每天必须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诸子之家格言》，每抄一次都在旁边打成、半成、服3类评语。你可能觉得这样太苛刻了，那他为啥这么做？是因为他太怕自己松懈了。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是个普通人，而是太知道只要一松，所有努力会像沙堆一样塌下来，所以他干脆用写下来逼自己负责任。文字是他给自己设下的高压电网，只要越界，电击就开始。可是当一个人天天在文字里修正自己，他还能真正活在当下吗？答案是不能。他的日记从来不记开心，几乎没有感动，也没有幸福。你翻上千页，只会看到羞、愧、耻、警、戒。哪怕他升官了，立功了，朝廷奖赏了，他也只会写勿喜勿躁，慎之再慎。
他从不给自己放假，他不是不想开心，是不允许。他怕一高兴，心就飘了，心一飘，人就废了。久而久之，他就变成了另一个自己，一个看起来像人，其实是靠程序在运行的曾国藩。他所有行为都要过一遍伦理筛选器，所有思维都要经是否违背圣训的逻辑判定。他活得不随便，不自然，也不自由，但他认为这是正确的活法。你说他这样值不值得？如果你问他本人，他会说值。他曾在日记里写：无生不求快乐，唯求心安。可问题是，他真的心安了吗？他每天都写心中不宁，睡前复盘后自责入眠。他的心安不是舒服，是今天没犯错的一口虚喘气。他活得极端认真，但也极度焦虑。最讽刺的是，这样一个人最终却成了千古完人的代表。后人引用他的话，学习他的日记，模仿他的修身笔记，试图活成另一个曾国藩。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想模仿的那个人，自己可能从未真的喜欢过曾国藩这个角色。这个角色太沉、太重、太不近人情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人，撑起了晚清最后一段最像样的秩序。他牺牲的是自己，维护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体面。他用文字锁住了自己的一生，也让我们有机会从缝隙里看到那个未完成的版本。他不是圣人，他是一个在成为圣人的过程中一点点磨碎自己的人。他的成功不是因为天赋，不是因为幸运，而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狠得下心，把做更好的人这件事当成一种终身战斗。他赢了，但代价是他早就不是他了。所以当我们今天再打开曾国藩家书或挺经，看到那些字正腔圆的格言时，不妨停一下，去读一读他那些藏起来的日记，那些写在深夜带着疲惫的叹息，那些我今日实在慵懒的自责，那些我非圣人的自剖，那才是真正的曾国藩。一个不断毁灭自我、塑造人设、复写人格的凡人，一个终其一生都想成为别人的楷模，却在心底偷偷怀疑我活得对吗的孤独人，一个从未真的松过口气，却把整个晚清最后的颜面撑到最后一刻的老父亲、老臣子、老苦人。夜深了，现在我们终于把这个人讲完了。你也许还在回味他那一句句密密麻麻的自我责骂，还在脑子里浮现他日复一日写字、反思、默念圣训的模样，是不是有点累了？你也可以慢慢闭上眼，别急着回到现实，就在这个安静的夜里躺着，什么也不做。你不用像他一样拼命成为某种标准，也不用逼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你是你就已经很好了。